杀人偿命，杀的还是凤晴和海玲。他们杀了人，怕是跑不了2天，就会被抓，然后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惩罚，判处死刑。那样有什么意思？他们想要的无非是凤家的一切，可他们被判死刑，凤家的一切只会便宜了其他人。大哥，杀人偿命，咱们要是杀了人，也逃不了，那样有什么意思？万一我们的计划没有成功，反而是我们死。他们靠山多，人脉厉害，咱们想谋害他们，怕是没那么容易。郑一帆说道：“妈都能成功，我们是他的儿子，他从小就用心栽培我们，我们难道还不如妈吗？”郑老三小声嘀咕：“咱们就是不如妈，别说妈了，就连凤晴，我们都不如。”郑一帆瞪着弟弟，觉得弟弟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郑华总算说话了，他说道：“你弟弟说的对，你们谋害不成，反而是自己倒霉。就算你们谋害成功，那2个人真的死了，管城那边还有人呢。你们有本事害死他们所有人吗？你们能够做到万无一失，神不知鬼不觉吗？凤氏家族旁支旁系的女人多了去，怎么轮都轮不到你们3个。”郑华继续说道：“不要拿你妈说事，你妈是家主的亲妹妹，由她姐姐一手带大的，深得她姐姐的信任。况且她姐姐身体也差，她才有机会一点点的布局，阴谋得逞的。饶是这样，几10年过去了，还不是真相大白？她临死前身败名裂，你们这一支在凤氏家族已经失去了支持，就算你们有机会上位，也得不到在大家的支持，又名不正言不顺的，只会死得更快。说了，劝你们不要再执迷不悟，放弃市区的一切，回老家发展。咱们老家发展的也不差的了，回去把你们市里的房子、商铺全都卖掉，拿着你们妈分给你们的那点财产，回来老家，在老家买几栋别墅都可以，再买几栋楼房、商铺，以后就是收租过日子，也比普通人好太多。你想想，你妈那么厉害，心狠手辣的，到最后落得什么下场？你们就是连凤晴都拿捏不了，更不要说海玲了。海玲背后站着几大家族，还有那个幸福认识的人，那些人才厉害，仅是一个程医生都能整得你妈毫无还手之力。就凭你们3个想除掉海玲，取而代之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一帆，听爸的劝吧，在这个世上，对你们最真心的、最疼爱你们的就是爸了。真不甘心，也可以潜伏起来，待着时机再出手。俗话说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郑一帆面如菜色，他是想除掉那些人，但是父亲的分析却像一盆冷水，淋得他浑身冰冷。他的想法怕是无法实施。爸，10年之后，海玲早就站稳了脚跟。郑一帆灰心地说道：“我真不甘心啊！凭什么我们的家要拱手让给海玲住？该死的凤晴！爸，我们弄不死海玲，就弄死凤晴，都是她，是她这个不孝女，要不是她，我妈估计都不会死，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。”相较于海玲，郑一帆更想弄死自己的亲妹妹。他觉得凤家的所有悲剧都是从亲妹妹回来后开始的，早知道亲妹妹那般的大逆不道，居然大义灭亲。站在管城那些人那边，当初就该阻拦母亲认回亲妹妹的。阿若多好呀！阿若虽有母亲精心栽培，能力却是有限的，跟他们不相上下。阿若不死，由阿若接班，母亲不用死，父亲也不会自残，成了个老太监。凤家的一切都不会拱手让出去，他们在凤氏集团只会升职加薪，呼风唤雨的，哪里会像现在这样子，像丧门狗似的，去哪里都被驱赶，有家不能归。母亲被逼着自尽，父亲又残了身体，导致身体健康下滑，他们还失去了很多很多。母亲留下来那么多私产，90%都在凤晴手里，他们的儿女分到的财产都比他们这些亲儿子多，一切的一切都是因凤晴而起。郑华说道：“你想对凤晴下死手，
倒是容易很多，不过在对他动手之前，你们得想想办法除掉那个姓方的。有那个姓方的在你妹妹身边，你们一样难成功。凤晴没有多厉害，她是因为身边有个方瑶，方瑶能力强，身手不凡，深不可测的。没有人知道她到底会多少东西，也不知道她到底有多强大的人脉，这些都是秘密，就连凤家的家主都不清楚的。家主需要助理办事时，只需要吩咐一声就行。至于助理怎么做事，家主都不会去过问，他们往往只看结果。就算没有办法除掉姓方的，也要想办法将姓方的从你妹妹身边赶走。没有了方瑶，凤晴就怂了，你们轻而易举就能对付她。当然，事情还要办得妥妥当当的，最好不会被查到你们头上来。那个死丫头跟管城那些人私交不错的。郑华叹着气，如今想想，咱们家落得如今这般境地，都是因为凤晴的回归，一切都因她而起。早知道会这样，就不该让她和阿若换回来，应该将错就错，或者在公开之前直接弄死了凤晴，那样就是阿若接班了。不是凤晴，你妈可能不会败得那么快，说不定也不用死，凤晴背叛了你妈。你妈临出事的前半年里，对她简直就是掏心掏肺，费尽心思想保全她，送她上位，她却无情无义、不忠不孝的东西。我怎么会生出那样一个女儿？郑华对亲生女儿也是极其的不满，最后悔的是莫过于让两个女儿换回身份。刚开始凤月其实也是偏爱凤若的，但她一辈子都摆脱不了凤氏家族的家规，家主之位传女不传子，基本上都是传于长女。他们只有一个女儿，就没有什么好选择的，非女儿莫属了。凤月对凤若这个唯一的女儿，也是尽心尽力栽培，最为宠爱。谁想到凤若不是他们的女儿，凤晴才是。郑华嘴上骂着，心里却明白，凤晴身上才有凤氏家族家主特有的狠。凤月到后期那么偏爱着凤晴，就是因为发现凤晴才有。凤家嫡系女人的精明能干极很近，可惜她后面最偏爱的亲生女儿，千方百计想保持着实力护着的女儿，终究和她不是一条心的。有时候郑华会想，如果当初没有被管家调换女儿，凤晴从小在他们身边长大，以凤晴的能力能否杠得住管城那几大家族？可以肯定的一点是，哪怕凤晴杠不住，但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对待自己的父母及兄长的。那个姓方的深不可测，他到底有多大本事，我们都摸不到底。郑老二说道。郑老三说，不管他有多大本事，他也只有一个人，是个人都会有弱点，我们想办法总能下手的。就算不能干掉他，让凤晴将他调走，哪怕是走开一两天，我也有机会。大家一致地认为从凤晴身边支开方瑶更容易一点，于是郑家父子四人聚在一起，小声商议着怎么调走方瑶，好对凤晴下手。江城那边的凤家大宅此刻热热闹闹的，凤晴邀请了不少族中的老人家到大宅里吃饭，不少人挺怕凤晴会像她老母亲那样设个鸿门宴，想要大家的命。听说海玲开始搬入凤家大宅居住，以后她才是凤家的主人，那些族中之人才敢放心的前来赴宴，主要是跟族中的长辈们商量挑个好日子，让海玲正式接班，成为凤氏家族的掌舵人。其实拿主意的人还是凤晴和海玲，不过海玲新官上任，总要释放一点善意出去，让族中的长辈们觉得新任家主尊重他们，给了他们长辈的待遇。以往凤月都是他决定好了，就派人通知族中的老人，让他们告诉年轻一代，偶尔会召开家族会议，也只是走个形式，他们可以提议，但凤月不会听他们的提议。族里的老人家在凤月这里早就被架空，说话反而没有能力强的年轻一辈有用。海玲多少会做做样子，也会请他们吃喝一顿，离开的时候还会给他们带几份厚礼回去。
族里所有人都会有礼物，不过其他人的礼物是交给族中的老人们登记派发。经过了那么多事，凤氏家族的人早就看明白了，甭管谁上位，反正轮不到他们那些旁支旁系，除非嫡系一脉死光了，或者一直未能生出女儿，导致没有接班人，旁支的女孩子才会有机会。传承了过百年，凤氏嫡系一脉就没有断过接班人。海玲离了婚，只有一个儿子，但人家在年前又重新嫁人，她也才30几岁，想生还能生的。为了有个接班人，海玲肯定会追生二胎，拼个女儿。既然大权与他们无关，他们还不如趁海玲刚上位，要笼络人心，多拿点好处。反正管城那边的凤莹小姐不缺钱，商家的财力雄厚，远超如今的凤氏家族。家宴一直持续到深夜11点，送走了前来赴宴的族人。海玲和凤晴都喝得有点醉，两个人坐在沙发上，双双靠着沙发的椅背。凤晴双颊红红的，她对海玲说道：“真的不喜欢这种应酬。”我也不喜欢，但没办法的事。哪怕他们不接管凤氏家族，他们自己有事业，也少不了要应酬的。凤晴拍着海玲的肩膀，笑道：“以后我就不陪着你整这些了，大家都戴着面具，说话没有一句真心的。这种虚以为仪的应酬，我是最讨厌的。我不会辜负你们每一个人的期望。”方瑶端着2杯蜂蜜水过来，他将2杯蜂蜜水递给凤晴和海玲，说道：“小姐，你们喝杯蜂蜜水会好一点。”我又没有醉。凤晴嘴上嘀咕着，手却伸过去接过了那杯蜂蜜水。你喝的脸都红了，还说没有醉，是没有醉到不省人事的那种。海玲也有醉意，跟凤晴一样，没有醉死，还有点理智。喝了不少的酒，两个人话都多了起来，唠唠叨叨的。方瑶，凤晴喝完了蜂蜜水，忽然说道：“你先离开江城一段时间。”闻言，方瑶和海玲都错愕地看着他。海玲不解地问他：“凤晴，你让方先生去做什么？他要是离开江城，你可能会很危险的。”凤晴的3个哥哥恨极了凤晴呢。凤晴说道：“我那3个哥哥我了解，他们不会死心的，肯定想着弄死咱们。海玲，你背后的靠山多，他们忌惮，大概率不敢拿你开刀。我是他们的亲妹妹，我有几斤几两，他们多少都清楚，而我如今只有一个方瑶。若是方瑶不在我身边，我带的那几名保镖不顶用，他们就会对我下手。虽然我说了半年内会留在江城，海玲，你很聪明，我想我不用待上半年就可以离开。离开之前，先解决我3个哥哥吧，送他们进去坐上几年，死不了，就是关注他们，让你有几年的缓冲时间，等他们出来了，你早就稳住了局势，谁也无法再动摇你的地位。那个时候，我3个哥哥在你这里连敌人都算不上。”海玲眼神清明了很多，她定定地看着凤晴。凤晴是在保住她3个哥哥的命，怎么说都是亲兄妹，凤晴再狠都还不想要他们的命。但凤晴一旦离开了江城，郑家3兄弟敢对海玲做什么，海玲绝不会手下留情。海玲都想到了怎么整治郑家3兄弟，让他们失去拥有的一切，过得生不如死。凤晴也看着海玲，两个人眼神交流。良久，海玲说道：“你想引你3个哥哥入局，就让方先生明着离开江城，暗中又潜回江城保护你的安全，不要大意。小人最难缠。古语有话，宁得罪君子，也不要得罪小人。”凤晴头仰靠着沙发的椅背，望着天花板，右手抬起揉着眉心，说道：“那是自然的。方瑶明着出差离开江城后，再悄悄回到江城，在暗中保护我就行。方瑶，你要保证他们能伤到我，但不会致命。我想收拾他们，却也不想丢了性命。”方瑶担忧地道：“小姐，这样太危险的，你不会拳脚功夫，万一……他承担不起凤晴出事的责任。”
哪怕凤晴不会接管凤家的家主，但她已经被安排到凤晴身边。对于基地来说，她就是正式任职的了。她的职责就是保护凤晴，为凤晴服务。凤晴若出了意外，有个三长两短，就是她的责任，她会遭到基地的追责，因为她这样影响了基地的声誉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况且你在暗中保护着我，方瑶，我相信你，也相信我自己。凤晴安慰着方瑶，我虽不会拳脚功夫，但我也自小就跟人打架，打到大的有实战的经验。海玲深思了片刻后问凤晴，凤晴，你真的要那样做吗？他们三个都不把你当成妹妹来看待，你又何必为了他们用自己去冒险？他们若真的想要你的命，还真不好说的。你念着手足情，千方百计都想保住他们的命，他们想的却是你的命，恨你毁了凤家，恨你将凤家拱手相让。我看得出来，他们恨你比恨我更深。郑家父子四人对他的恨意反而没那么深，他们最恨的就是凤晴。不说郑家父子四人，就是凤晴的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侄儿女，因为父亲传递给他们的思想，导致他们也开始怨恨着凤晴。我保证他们不犯在我手里，我不会要他们的命，你不用再冒那个险了。海玲承诺，只要郑家三兄弟老老实实的，不犯在他手里，他就不动他们。凤晴说道，海玲，你对他们还不够了解。我却是很了解的，他们不会甘心，更不会死心。特别是我妈将她的私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我，他们更恨，更加的不甘心，总想着要回我妈的私产，也想将凤家大宅里面的古董变卖了换钱。那些古董是凤家历代家主传下来的，属于传族之宝。历代家主在困难的时候都没有打过那些古董摆件的主意，我三个哥哥就敢打那些主意。还有我妈留下来的珠宝，也有很多是历代家主传下来的，那不是属于个人的，是属于这个家族的财富，只不过是历代家主都可以使用佩戴而已。他们也想要那些珠宝，随便一件拿出去卖都能卖出天价。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凤家历代祖宗留给后代保命的财富。当凤氏家族经历严重的经济危机时，要召开全族会议，通过会议告知全族的人，需要变卖珠宝、古董换钱来度过危机。不一定要让全族的人同意，但也要有一半人同意才行。以前宗族权力大，族里的老人家相当的有地位，就是家主都要对他们礼让3分的。也就是我大姨和我妈上位后，慢慢的架空了族人的权力，将大权集中到家主的手里。特别是现在法治社会，宗族权力已经被削弱，饶是这样也不能轻易动历代家主留下来的东西。我妈在你们的眼里是个毒妇，她都没有打过那些东西的主意，岂能让我3个哥哥带走？他们姓郑不姓凤，凤家的东西怎么样也轮不到他们。凤晴对哥哥们的确是很了解，她继续说道，如果不能一次性解决他们，他们时不时就跑来闹一回，我们应付起来也烦，还不如一次性终结。既然他们不甘心，不死心，就让他们冲着我来呗。以我对他们的了解，他们想除掉的就是你我2人，但你背后靠山多，靠山大，他们最后肯定会放弃你，觉得我家落的今天的下场是因为我的存在。他们本来就对我没有兄妹之情，如今更是恨不得除之而后快。2个目标对象最后只会有一个，就是我。除掉我，他们是拿不到凤家的贵重物品，但他们好歹能继承到我妈的私产。凤晴冷笑，我要去立个遗嘱，若是我有个3长2短，我名下所有财产分成3份，1份留给方瑶，1份捐给国家，1份就赠与海玲你。凤晴小姐，海玲和方瑶都叫了起来。海玲严肃地道，不要跟我说这样的丧气话，我也不要你继承你的财产，你有多少财产，留着以后给你的儿女们。方瑶也说道，小姐，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你活着
就有方瑶，你若有个三长两短，这世上也不会再有方瑶。他生死相随。凤晴笑，我是说说而已，知道自己不会出事的海玲，你也不会让我出事是吧？方瑶，我更相信你，咱们还要过一辈子的，我还想和你生几个孩子呢，所以我不会让自己出事，你也不会让我出事，但我3个哥哥必须解决，看在一母同胞的份上，哪怕他们对我不仁，我也要救他们一条命，否则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凤晴敢说，他不设计引诱3个哥哥入局，以他们的性格，肯定会招惹海玲。别看海玲瞧着很好说话的样子，那是2人关系好，他俩是惺惺相惜，真惹毛了海玲，他也会痛下杀手的。15岁的年纪就能带着妹妹生活，养大妹妹，还把妹妹培养得那么优秀，海玲怎么可能是省油的灯？海玲最弱的就是嫁给周鸿林的那几年，她被家庭、被孩子拖住了，与社会脱节，才显得弱。离婚后，她减肥成功，慢慢找回自信，创业。如今的她自信得很。她还是陆家的4少奶奶。郑一帆兄弟若犯在海玲手里，海玲会手下留情。2家可以说是死仇的了，海玲怎么可能会手下留情？既然海玲悟透了他这样安排的用意，凤晴也不再遮掩，直接说了出来。见凤晴坚持如此，海玲也不劝了。方瑶是听凤晴的，他暗暗告诉自己，就算自己死都不会让凤晴有生命危险的。但想到凤晴的计划需要让凤晴受伤，方瑶还是心疼。他说道：“小姐，我们可以设经济局引诱他们入局，那样也能将他们送进去，不必小姐冒这么大的险。没有我妈和凤氏集团给他们兜底，他们对投资很谨慎，这个也需要很长时间。我想要的是速战速决。”凤晴说道：“就按我说的去做，对他们来说简单暴力，对我来说速战速决。”凤晴都懒得去策划经济局，就他3个哥哥的智商都不值得他大费周章。既然他们想杀了他，那就给他们机会。他不死，便是他们倒霉的时候。就是母亲活着时都跟他说过，等他接班后，若是3个哥哥不听话，老是给他找麻烦，让他不用手下留情。母亲说他是当妈的，对亲生儿子始终狠不下心来。当时凤晴觉得母亲心是真的狠，想想也是，连养大自己的亲姐姐、亲妹妹，母亲都能害了。母亲一生都是以凤氏家族为重，谁损害了凤氏的利益，哪怕是亲生儿子，他也不会手下留情。此刻想起母亲说过的话，凤晴觉得她不愧是母亲亲生的，因为她和母亲一样狠。哥哥们也狠，但没有母亲的心机。凤晴决定了的是，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海玲和方瑶没有再劝她。当晚，海玲第一次在凤家大宅留宿，就是她翻来覆去都睡不着。半夜3更的，她发信息给丈夫，问陆东明：“老公，你睡了吧？我今天入住凤家大宅了，但是我睡不着，翻来覆去都睡不着，可能还没有归属感吧。”这处大宅被凤月一家人住了几十年，主人房凤晴早就清理干净，再也没有她母亲的痕迹。哪怕这里是历代家主都会住的房间，海玲却不想住，她暂时住在客房里。凤晴说可以请装修师傅过来重新装修一下主人房，历代家主入住之前都会重新装修的，就是凤家大宅也是由历代家主不停翻修才能保存至今。一般来说，每一任家主接班后都会着手改造大宅。海玲现在是接班了，还没有带着族人去祭祖，就还不算正式的家主，她暂时也没有时间和心思去改造大宅。想着等她站稳了脚跟，大家都臣服于她，再腾时间改造一下大宅，也需要重新翻修一下了。如今这处大宅是凤月坐稳家主之位后翻修的，放在现代，装修风格始终落后一点。发完信息后，海玲看一下时间
凌晨3点，这个点陆东明应该在梦中吧？她也不盼着丈夫会回信息给她。想了想后，又给妹妹发信息，知道海童怀孕后半夜总会起来上洗手间。很快就收到了海童的回复，海童果然是刚起来上洗手间，顺便喝点水。她还发来的语音信息，姐姐还没有住习惯，以后习惯了就好。那以后就是姐姐的家了，姐要将那里当成你的家，你就容易入睡了。海童发来的语音很小声，她大概是怕吵醒战印吧，所以说得很小声。那里是咱们妈妈小时候住过的地方，姐姐睡一下，说不定妈妈会入梦来。她若是活着，知道你住进去，继承了外婆的家业，妈肯定很开心的。海童都很想去一趟江城，住一下凤家大宅，不图什么，就图那里是母亲出生的地方，母亲还在那里生活过3、4年。姐姐是跳过了大姨和母亲，代位接班，接过外婆的班。听了妹妹的话，海玲说道：“妈怕是都不记得回家的路了。”这话满是遗憾。母亲早亡，连大姨都没有找到，更不要说亲生父母的家，母亲怕是忘得一干二净。海童再次发来信息：“姐在那里，妈就能找到回家的路了。战印陪我去看过爸妈，我告诉爸妈你去江城接班了，以后改姓凤，让爸理解你的不得已。”爷爷奶奶听到你要改姓凤的事，就有点不乐意的样子，不过终究没有说什么，可能是觉得你能够接管凤氏家族吧。海童回老家一趟，再不喜欢爷爷奶奶，他还是去看过爷爷奶奶，也习了点布品给2位老人家，另外给了一点钱他们。爷孙无法好的像别人那般，他能做到这一步。还是怀孕后，他想开了很多事，也是2个老人家被其他儿孙寒了心。从前他们最讨厌、最不喜欢的3儿子，现在想起来才意识到3儿子夫妻俩才是最孝顺的。可惜他们不懂得珍惜，在3儿子夫妻俩亡故后，还那样对待2个孙女。如今2个孙女都嫁入豪门不说，原来他们看不起的3儿媳妇竟然是豪门世家的千金，孙女儿还能代位接班，成为豪门世家的当家人。早知道2个孙女儿会有这么大的造化，当年他们就不会这样对待孙女了。没有早知道呀，孙女还愿意看他们2眼就很不错了。海玲呵呵地笑了2声，说道：“他们知道无法左右咱俩的事，要不是看在爸的份上，他们想住在我们家里做梦。爸活着时最是孝顺，也教导我们要孝敬老人，我才不想和他们计较到底。凭他们以前那样对姐妹俩，海玲就无法原谅他们。姐妹俩也不是真的原谅他们，只是爷爷奶奶老到一边脚踏进了鬼门关，他们就没有必要跟他们计较太多。等2位老人家归了西，那房子就重新回到姐妹俩手里。叔伯以及堂兄弟们别想霸占他家里的房子，那是父母省吃俭用才建起来的房子，是姐妹俩要守护的，不用管他们。洋洋听话吗？洋洋什么时候都听话，就是你前公婆总是针对我姐夫，觉得我姐夫是虚情假意，对洋洋不是真心好，还唆使周红林重新争洋洋的抚养权。周红林的确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洋洋了，看来他也怕洋洋亲近姐夫，不亲近他这个亲爸了。周红林也比以前拎得清了，不会再听他妈他姐的唆使。要是周红林还像以前那样，海童都不乐意他来看洋洋，怕他们把洋洋教坏了。看小宝贝教成什么样子，熊孩子一枚。海玲沉默了一下后，说道：“明天我抽点时间打电话给周红林，跟他再聊聊，为了洋洋好，尽量不要带洋洋回去住他的妈。他的姐那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的，死性不改，不要带坏了洋洋，坏了洋洋和东明的感情。洋洋以后是跟着他和东明一起生活，若是洋洋被周家教唆的针对继父，那样就不好了。”海童说道：“咱们洋洋聪明着呢，
哪里会轻易被他们带坏的？她是咱们姐妹俩带着的，除非他们周家的基因实在是强大，强过你的基因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海童认为自己的外甥很聪明，别看年纪小，好与坏分是很清楚的。周家人轻易带不坏洋洋，用他的话说，除非周红林的基因过于强大，尽量不要让洋洋回周家住就行。我前公婆的人品，咱俩都清楚，真的很难保证他们不会教坏洋洋。等洋洋上完这学期，下学期就转到江城上幼儿园，远离了周家人。仅是通电话的话，倒是不用担心太多。海童嗯了一声，彤彤，你睡吧，姐看一下书，看看能不能睡着。快到你预产期时，姐就回去。妹妹这是第一胎，海玲肯定要回去守着妹妹生娃，哪怕大姨还在管城，她也不放心。海童说道，我半夜起来也没那么快能睡着，现在又不困了，陪姐姐聊聊天。姐，你和凤晴交接一切顺利吧？挺顺利的，凤晴倒没什么，主要看我自己的能力，她巴不得我能早点上手，她好跟方瑶双宿双飞呢。跟凤晴打交道那么长时间，海玲自认很了解凤晴的了。凤晴是真心不愿意接管凤氏家族，以前她那是没有办法，知道母亲是抢来的家主之位，凤晴就做好了要将一切还给大姨后代的准备。如今海玲过来接班，凤晴那是求之不得。若说凤晴回到凤家最大的收获，那就是收获了方瑶她的爱情。方瑶各方面都非常优秀，配凤晴那是强强联手。凤晴就算不接管凤氏集团，她以后也会成为大集团的老总。她本来就有自己的公司了，有方瑶帮着她，那是如虎添翼。我的全能助理还没有安排过来，不知道他又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凤晴说他已经往基地打了申请，基地那边也早就收到了消息，估计在我清明时带着整个家族的人去祭祖，全能助理才能安排到我身边吧。海玲还挺期待自己的全能助理的，那是每一任家主都会有的得力干将。看方瑶的能力就知道，基地培训出来的助理非常厉害，最主要是死忠。从老费先生到跟着凤月离开人世的老杜，再到方瑶，个个都死忠于家主。反正早晚都会安排人过来的，姐不用担心。海童笑着，姐，你真正接管家主之位时，我要过去亲自祝福你。别，你还是别过来了，你肚子那么大，虽说有战印陪着你照顾你，姐还是会担心的。海玲首先就担心妹妹的身子，怀孕7个多月了，海玲是不赞成妹妹出远门的。彤彤，你听大姐的，不要跑过来。姐真正接管凤氏家主之位的日子到了后，你怀孕应该有8个月了，还跑那么远，很危险的。你打个电话，发条信息祝福姐，姐就满足了。咱们姐妹无需那么客气，或者我让你姐夫现场直播给你看，怎么样？海童低头看看自己隆起的肚子，又摸了摸，叹口气说道，自从有了这个小东西，我真的是哪里都不能去。好吧，我听姐的，到时候我让战印过去，叫战印拍视频给我看就行。为了不让姐姐担心自己，海童妥协了，不再坚持着亲自过去送祝福。彤彤，快去休息，你姐夫打电话过来了。海玲回复妹妹，不用回复姐了，姐接一下你姐夫的电话，就继续跟这张床做斗争。海童回了一个的表情给姐姐，便不再发信息过去。半夜3更的，你不睡，在跟谁聊天呢？温和的声音响起。战印已经走到了海童的身后，还将一件外套披到他的肩膀上。凌晨还是有点冷的，你起来也不穿件外套，万一着凉了怎么办？战印轻声责备他。海童扯了扯外套，说道，我的睡衣厚的，房间里也不冷，我姐搬进凤家大宅了。她说不知道是环境原因还是其他问题，她睡不着。
我恰好起来上洗手间，顺便喝水，收到我姐发来的信息，就和我姐语音聊天，聊了一会儿。是不是我说话太大声，吵到你了？海彤扭头看丈夫，战意拉他往床边走回，说道：不是，我是习惯了，偶尔要摸一下旁边，没有摸到你就醒了。其实是海彤的肚子越来越大，她有了紧张感，总担心海彤半夜发动，哪怕海彤现在还没有到预产期。听说有些人会早产的战印就担心海彤会早产，本来就浅眠的她变得更加的浅眠。只要海彤不在她身边了，她很快就会醒来。有时候她自己半夜醒来，就会静静地盯着海彤的肚子看，然后轻轻地摸一摸，幻想着宝宝的样子，是像他还是像海彤，希望及他们夫妻所长，像他又像海彤。姐可能是换了环境不习惯吧，也可能是有心事，她其实压力也很大，毕竟她要挑起一个家族的重担。凤氏集团就算走了下滑坡，依旧是大集团。姐在大公司上过班，自己也有生意，但经营管理大集团的经验她还是欠缺的。再说了，刚接管一个大家族，她肯定要做出点成绩来，让家族的人都享受到新家主带来的新福利，她才能真正获得人心，慢慢站稳脚跟。说实话，换成是我过去，也需要花上一段时间才能站稳脚跟，也会有压力的，更不用说姐了。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姐，凤氏家族嫡长女的先天优势，慢慢的会在姐身上觉醒的，相信姐能够胜任凤氏家主一职的。你可以给姐发信息，说些鼓励支持她的话。再不济，还有大姨呢，大姨不会放任不管的，那本来是大姨的责任，过段时间，我想大姨就会过去住上一段时间，帮助姐的。老费先生又是上任家主的全能助理，很多事情该怎么处理，他会跟商太太说，商太太自然会教海玲，不用他们担心，